每个人买车 retention 太低了。对，就是我可能5年或很久才买一次，就是它不是个消费品。可是也不能这样讲啊，就是说中古车它虽然它不是，它可能是5年10年换一次，对吧？应该是吧？对，差不多，对对对对，可是它却可以养活台湾很多的车商跟公司，还有融资公司，难以想象，难以想象因为量很大，对不对？量体其实还是蛮大的。你觉得一年大概中古车卖几十万台？我早上有看数据，就是我们讲过户数大概是73万，4月份的话73万辆，所有的车子，所有车子，哇，那难怪可以养活这么多了。对，73万。嗨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塞恰，我是 Inside 的编辑米娅。我是 Fox。那今天塞恰本集邀请到的是车顾问的创办人 Vincent， 来请这个 Vincent 跟大家打声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车顾问的 Vincent。OK， 我发现竟然是塞恰塞车。对啊，你可能需要先自我介绍一下自己那个车顾问的服务。好，简单来讲车顾问的服务就是我们把房屋中介的模式搬到中古车。好，那就是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比如说你给车商收购车辆，车商一定会想办法把价格压低。对，那对车主而言，他可能损失会更多。那透过我们的服务来说，我们可以帮你车卖到一个比车商收购价更好的价格。这中更好的价格，假设说车商这台车价收20万，那他事实上现在行情在市面上卖是40万，对，那我们可以用30万来帮你把这台车卖掉。但我不明白的是，你刚刚说用房仲，那现在的二手车不是吗？不是，现在所有的二手车商，我们讲二手车商，他们都是低价买进，然后车体整理之后高价卖出，对，那他们的毛利大概都会锁在20%左右，对，对，那我们的服务费就是固定在那个地方 ，OK， 对，我们的服务费就是卖价4%。买价2%，就跟房仲一样，我们的服务就跟房仲，我们其实期许自己可以成为中古车界的信义房屋。哦，对，那如果那你会形容传统这种叫做什么？它不是房仲，房仲以前不收，房仲可以不收固定的趴数吗？房仲台湾呢，现在房仲都是收固定的趴数，卖方卖方几趴，买方几趴都是固定，政府也有规定说他们的趴数是固定的，所以二手车没有规定，二手车没有规定。那只是说现在的台湾的我们常见的二手车商的话，他们就是买卖服务业，那我们算是中介服务业。那只是说我们的产品不是房子，是车子，对，就这样子，简单来讲是这样。你怎么会想要做服务？因为感觉上现在二手车的市场非常的蓬勃发展啊，有吗？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讲，它是一个你看就超跑蛮多的，一堆人在卖二手车，然后你说北投那边满地过去，现在北市科现在过去要变成 NVIDIA 的地方，也是满地二手车嘛，然后我觉得我在 YouTube 或在抖音上面也常常看到二手车，我觉得这整件事情非常的蓬勃发展，你没有这样的感觉吗？台湾今年的车市比较冷一点点，比如说从去年对比的，我们讲过户数，因为中古车是看过户数，其实是下滑的，跟去年同个月，比如4月份是下滑的。那现在台湾其实因为关税战跟整个总体经济的关系，所以大家消费者都在等说，降关税我再买车。那所以新车你看连续4个月，对，那个新车挂牌数是下滑的，所以我们因此这样子其实说现在今年我认为今年中古车应该是属于算再次的盘整，因为关税如果定了。所有的新车价也定了，该降的降，该处理。那中古车商他们盘整之后，其实他们会再恢复正常啦，应该是这样讲。所以意思说，之前应该是一直都还蛮不错的在疫情期间真的是他们赚得盆满钵满真的中古车商为什么会是疫情？为什么是疫情会让中古车很赚钱啊？因为疫情期间大家还记不记得很多新车它无法到港，所以大家有急要用车没有新车，没有新车可以卖嘛，因为没有晶片嘛，然后呢，中古车行他们就有很多的车子，那因为车子其实跟期货一样，如果期货可居的时候，它的末端售价就会调高，对，那如果突然这台车新车突然大爆满进港，它就可能会往下调，对，因为需求嘛，因为大家的需求都台湾的市场就长这样，它如果某一款车它进了1000台，那大家的需求，那我去买新车我想要买中古车，那在疫情期间也是因为没有新车，
所以中古车这时候，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大家不敢搭大众交通工具，想说啊，那我就买一台代步车。所以中古车商刚好那一波其实有赚到，所以中古车商我有时候会讲个比较戏谑的，有时候我们在开车会看到那个高价收购车，只有在疫情期间那个扛棒是真的。对。所以那为什么你会过去我最认识你说最早可能是在类似 KakaFly 啊，或者是乐升科技之类，对，那虽然都跟网络广告，但离车子有点远啊，为什么会想做这件事情呢？Gam 在咯吧，其实它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啦，因为其实我离开乐升科技我们自己成立另外一个数位接案的公司，那有个客户说，你可以帮我们做一个中古车爬虫系统吗？那他想要爬的是全台湾所有的中古车网站平台的数据，把它捞下来，他们要做分析。然后那时候我在写 proposal 的时候，我在家里写嘛，然后在写量，我就说，那没人在做中古车的催发狗。我当时是这样讲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数据是很好用的。只要透过分析，那演算法，基本上它的数据是可以变成黄金。好，那主要黄金的原因是什么？我可以买卖差价吗？没有，就是说，应该是说我要帮助消费者更快速的买到一辆它符合它的车，然后透过演算法，比如说我把 Google Map 的评价拉进来，然后我就可以告诉消费者说，比如说我要买2020的 Artis，那我要去哪个车商买是最好的？好，那因为车商呢旗下有很多业务，他就会同一台车他会重复po很多次。所以我们会透过演算法，只会让他看那台车，只会让他出现1次或2次，所以他消费者在看的时候，他就可以不用在889也看ABC 怎么好 SUV 所有的平台看一轮，不用透过我们，只要在一站就可以找到他要的车，这是我们当时想要做的。But 我犯了很多创业者常犯的错误，就是先射箭再画靶。比如说来举几个例子来，比如说我以为这个市场是可以做的，那我们就做了，那但是我们没有评估到说，其实如果我要做这个平台，我的收入只能靠广告收入的话，我会很快饿死。我当时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找了一个我们共同的好朋友，一个创投好朋友，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认赔？对，你要不要认赔就停止，你不要做了，你不要傻了，那个你跟全华国是不一样等级的，台湾市场那么小，确实我也认同啊。对，所以我犯了很多反正类似的错误。对。那比如说因为如果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印象中像8891啊，其实它可能量就已经巨大了。那一般人我殊难想象，就好像我们现在去找房子，我可能也还是去591，它可能就占了80%的量。对，那我去了不知道是 ABC 或其他的，我虽然最近没有看了，但我上次的印象一样跟591一样，就是其实大部分的量，我如果到其他小的平台，可能偶尔会有一些惊喜。对，但是没有动力，9成5的物件可能都蛮重叠的。其实数字科技是一个很棒的平台啦，那我必须讲，他们做了很多很棒的平台，但是他们的收入都是靠广告收入，我播一台车就赚多，他们是对我来说，他们是 easy money。对，他们而且他们平台也不太需要控管那个车有没有是不是真实的来源，你只要有一个行照一个车身号码，你都可以随便乱播。对，所以他们平台其实。我认为他赚的是easy money，就是反正你就po嘛，对，这样啊，他们做的事情跟我们做的事情是，我觉得是完全截然不同，完全不同。但我们当然想要赚 easy money 啊，谁要赚 hardcore money？可是 hardcore money， 当你我乱讲的，没事。我其实我觉得，我常常在思考这件事情。我们赚的是 hardcore money， 可是 hardcore money 有更好的护城河。对 ，OK， 但我另外一个困扰是，实际上对，就像你讲，第一个是车子，我可能会看到好几台，其实是同一台，对。但我觉得消费者的真正问题是，其实我不知道这几台车到底差在哪里，因为对我来讲，都是白色的 Artis， 都是2022跟2021跟2020，对，然后。其他看起来差不多啊，除非我得到现场去看。那到现场去看的时候，其实有麻烦，你可能得跑到桃园、中立，对，然后在某个反正更远的地方也都有可能，也有可能在基隆。但是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它的你要买一台车的那个成本，我觉得好麻烦，好大哦。没错，对，其实就我们服务的客人呢，我们常常会收到客人私讯嘛，说这台车，可是通常我发现一件事情，客人。他看完车体资料，他最在乎的都是价格。
就是你知道吗？他不会问这台车有没有撞过，第一个问题都是什么？我们底价是多少？然后第二句话说，我在高雄，我不随便。我们最近常常有个案例，说那个客人就跟我在面试就说，我不随便浪费时间看车，这不是废话。然后谁会愿意浪费时间？然后我心里想说，你不去浪费时间看车，那你要随便去买一台车吗？但是我内心 OS 啊，因为。对，确实，因为我没有人想要忽然间从这个北部跑到南部，或南部跑到北部。其实有其实，但不会常吧？这又不是买房子，房子我知道。其实有我们没事。PPT 你知道吗？有一句话说，有时候我们看 PPT， 有人他被骗了，然后就有人底下就说，谁叫你不去跟小施买车？对，谁叫你不去跟谁买车？我们唯一指明小施汽车。其实，在小施汽车很多中南部的客人来买车，很恐怖的，因为他的不是，这是另外一个现象。这是另外一个现象。我们先等一下讲这个。就一般而言，如果我们 randomly， 我什么都不知道，对，我一直到了我可能我要买车，然后我才开始去看8891之类的，然后看，然后我才要买。对，这件事情是难以，你讲的是就是我难以做决定。对，那你现在是反向过来跟我讲说，现在像我刚刚讲的，因为我注意到了非常多的 YouTuber， 对。或者是这种抖音组，所以因为我认识这个人的那我认识这个人的，所以我相信他买了车。对，然后可能过去几年来，这的确实这些自媒体他们的卖出的车也没什么大问题。对，所以你就觉得说，那就是我们就指明，不管是小施或者是宏达，或者是其他这个抖音的，我现在都不记得这个名字。没事。然后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因为自修行我指明了，我知道有一个王牌的这个 sales， 所以我就指定他服务就对了。对，这个完全就是两件事情。这是你想打造的吗？我不确定我想打造的应该是说，我刚刚讲信义房屋嘛。对，那他不会指明要施俊吉出来服务吗？不会啦，怎么可能？而是说打造的是一个真正的品牌，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品牌底下的，如果我们讲的服务人员，或者是中介，或者是销售顾问，他其实所有的 SOP 都是一样的话，确实，其实他的水准会控制到一个水准。那为什么我会讲信义房屋？信义房屋是台湾因为我们家几年前有卖过房子，我后来发现信义房屋跟其他的房屋不太一样。信义房屋是它真正做到一条龙的服务，它有自己的。还有自己的代书，不知道他也有盖房子，真的，对，他也有代销部门，所以他们所有的而且他们信义房屋全台湾都是直营店 ，OK， 所以他们在 quality 的控制上会更强。如果是加盟店，你可能没办法去控制加盟主他们要怎么去卖这个房子，所以信义房屋其实是我很钦佩的这个一个前辈啦，虽然我们卖东西不一样，所以我想要说，我想要做的是跟新房屋，我希望是可以一条龙服务。OK， 但刚刚我们讲那个，比如说这些自媒体，就你现在看啊，台湾最大的连我都知道，因为我是不太研究这件事情的，我是偶尔会被打到，然后我打到之后，我看了几眼之后，我知道但比如说小施我可能只看过半集吧，宏达我可能也只看过半集，对。然后，就我知道有这两个存在，所以我后来才理解说，原来最大就是他们两个啊，还有别人吗？有，还蛮多的，还蛮多的，就都是 YouTuber 吗？都是 YouTuber。OK， 所以现在这是个潮流嘛？因为这个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整个心情，疫情大家都不能出门嘛，就只能看 YouTube， 看直播。所以，但是其实。每一个，比如说我们讲小施汽车跟宏达跟比如说阿驰，他们其实都有各自自己的风格，对，表演的风格，我们用表演好了，他们都有自己的很强烈的个人风格。那这个风格是可以带动他们生意吗？我觉得是可以，但是主要还是要回归到本轴，你的服务做得好不好？对，因为他做出了一个自己的品牌，不管是什么宏达或小施之类，那他们有自己的品牌之后，这品牌后面它的底下的这些 sales 或者是后勤，然后这些如何选到好的二手车等等的一系列的东西，对，但是我再补充一下，比如像小施他的受众还有他卖的车就是比较属于平价一点点的，那宏达就是属于外汇车，就是比较豪华品牌，所以他们两个定位点是不太一样的。这还是品牌的定位差异，对，定位差异。所以比如说像宏达，他专门卖的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牛马蛙或者是宾士日本
豪车，对，就是从国外进口的，宾士啊 ，BMW 啊这样，对，它所以两个品牌定位会不太一样，这包含其他的。我们讲自媒体，他们也有自己的品牌定位。像我记得我在抖音上会看到2个人，我觉得他们好像都在桃园之类的。然后一个就是专门拍港片，就是那种模仿中国的情节，就是会有车主或是比如说我把我妈妈或者是我把我先生的车子卖掉，然后先生或者是妈妈就跑来说干你怎么会把我车子卖掉了啊？这吵架的，这是一路。但我实际上不知道。到底这对他卖车有没有帮助？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说就是会录那种，就车主来，然后就陪他一起这你的车我们这绕一圈，然后拍拍引擎啊，拍拍轮胎啊，就代表我有看嘛。对，然后这归你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绕一圈，然后就开始说你想多少钱，然后就试一下车这样几分钟都过去了。对，然后这也是一招，对，就是感觉这是一个蛮普遍的现象。对啊，让你感觉你这个人真的是很诚信的在做这些事情。对，因为你刚刚讲那个，他比如说他是在拍他收购车的过程，对，那他们会想办法用个故事，你为什么要卖车啊？对，这个车有没有撞过啊？他比如说他在看那个板件说，这个我换过门呢，对，然后那个客户你就会看到那客户真实反应，有吗？我不记得，类似这样，对，那他其实最后他可能就会说，这台车收购多少钱？然后我们。即将上架，对，即将上架多少钱？对，那其实消费者是因为现在是短影音当道的时代了，大家真的很喜欢就滑就看，就停下来，他刚好是他要的资讯。对，那透过其实不管自媒体对车商来说，就是他们散播他们的他们车子的品牌跟对的一个媒介啦，我觉得是这样子。OK， 那据我理解，你应该最近没有做了。我们最近比较忙，我们只有3只小猫，所以你要拍片剪辑，然后都是我一个。我有另外同事他会写脚本啊，那我们会讨论，然后我们就上场。那我不怕各位笑，我得了一个那看到镜头都不会讲话的病。但镜头一关掉，干话一堆，然后镜头一打开，干话都不见了。可是那你觉得，那现在假设这个不是，这是一个获取流量的管道对。那除了这之外，就是说，你觉得你现在这个服务的模式有什么东西是赢过？应该说，你觉得是自豪，或者是绝对是特色？第一个刚刚房仲，这它是一个固定的趴数，你们不是靠压低收购2手车的价格来想办法这个创造毛利净利。那你呢？这其他的呢？其实我一直在用房仲就是说我们其实买卖双方是绝对对立的。对立的方式是说，买的人想要很低，卖的人想要卖的很高。那我们想办法在中间取得个平衡点。那其实我们会做一个别的车行不太会做，我们会做卖车咨询的动作，他会把他的车子的资料、行照还有照片给我们，那我们会帮他做相关的分析，比如说这台车大概行情是多少，那车商大概会收多少。那另外一个我们有那个拍卖场的资料去抓拍卖场这台车收购的价格，那收购价格就知道说大概车商多少钱会愿意收购这台车的标准。那我们再去找末端售价的分析，然后跟他说，你这台车如果用这个价格卖会更好。那就看车主本人。如果说车主说这么高那是不是？那通常车主会问我说，那多少天会卖掉？我们通常跟客户说，我们目前的平均销售期数是25天。对，因为有些有长，有些有短嘛，有些运气好，有时候买卖这是一个运气跟缘分，有时候隔天就卖掉了，确实，那有时候需要1个月到2个月。那其实我觉得，不管做任何的服务，其实诚恳是最重要。我没有别的招，我就是诚恳。对啊，我们只能走那种诚恳大叔路线，就是跟客户去说服啦。我记得2手车价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大家都会看着某一本印出来的圣经来做参考价格。对，但为什么会是这样？它是什么样的公信机构啊？它其实有2本书，大家最常听到的是天书。天书，对，那天书，它名字就叫天书，对，它的名字真的叫天书，对，2手车天书，2手车天书，哇！然后那本书就是我们讲的是融资公司在看的，所以就大部分那本书会出现在车行，
那如果他有做融资公司的借贷，那他们就会看那一本，因为融资公司他希望多借你一点钱，所以他的金额就会相对高。比如说这一样我随便比喻，比如说2020的 Artis， 假设这台车它可以，我们讲贷款金额，它可以贷50，那权威可能只有45。OK， 对，那权威是银行在看的，对，所以银行他们也是，所以另外一本叫天数，一本叫权威。权威车讯是银行在看的。对，那车商在收购车，他一定是看权威，他不能看天数，因为一定是往低的走嘛。那为什么他们是天数？他们为什么是权威？就是说，他们什么样的资格让他们得到了这一个定价权？定价权其实是应该是说，他们会有权威，不管是权威或天数，他们都有一个顾问群。那他们会去抓每台车新车的价格，比如说正常来说啦，比如说新车价一落地就是8折，对，那他就先乘以0.8，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每一年他大概是会扣多少，但是这个折旧很有趣的地方是，每一个品牌折旧是不一样。我讲个，比如说比较极端的，比如纳智捷的折价，跟Toyota计价是完50%跟对，比如说像我的车，没有，我们讲的是纳智捷旧的油车，我们不要讲纳智，我讲我自己的 Focus 2015的 Focus， 我现在的福特，然后它是 Power Shift 有那个让人家闻风丧胆的 Power Shift 的变速箱哈。OK， 没关系，懂的人就对，懂的人就懂。然后就是说那台车，比如车上收购价可能只有6万，可是很好笑的是，我是2005对不对？2010的 Artis 车商收购价可能会到10几哦。这是一个而且我还用不同年份来就是妥善率嘛。它如果妥善率好，它价格品牌跟价格自然会提升。那像这种 Focus， 它变速箱很多问题，它的收购价就会低。我忽然觉得你做一个线上版的这个东西会不会比较受欢迎？线上版的这个吗？因为你可以用一个我乱讲 AI 的方式，对，然后它做成一个可参考的，然后定价权又在你身上。对，这是个乱讲 random 的 idea， 因为我听起来这就是一个。它其实是个统计学，它其实是一个方法论。那这个方法论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诠释方式，只是有没有人adopt这件事情是个问题。但这个标准可以你自己定，而且是 AI 方式的时间来定。但这是我嘴炮了。但对嘛，就是你可以想象，假设我对于 Toyota 我的每年折价就是我乱讲，对，那你也可以先用他们的过去10年的资料建出一个模型来，就可以做了。我感觉上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你甚至这个 AI 或者是这个程式，就是假设你是融资方，你就是加个10%或5%，你可以去做定价权。然后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方向嘛，就是你可以要买比较收购价要比较低的车子，所以你就会再多个5%到10%。通常这些数字都是在各车行的老板的脑袋里面。那我讲的是这样，就是说他们去自己衡量。对，那这些数字呢，其实它是不是它还是个参考价值？它是个参考价值，对，因为它不是一个最终价，但它就是个某个行业的潜规则。我这是个潜规则嘛？对。OK， 我觉得是可以做啦。那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做一些爬虫系统，它其实如果让它重新运作，那 data 会更。所以话说回来，这听起来最适合做，感觉是8891啦，但他可能不想破坏皇城内的和气，应该是对，因为他理论上，其实他们自己也有做估价系统啊，他们其实都有做，其实8891做很多事情啊，他们这2年也有做，比如说你输入某一台车，你要买什么车，他就会跟你说建议售价是落在什么，其实他搞不好对，他们都有做，这些理论上他们应该一定有做，他们一定有做，对，因为他们的 data 应该是比我们的好几倍。但因为他们可能也没办法 trace 到真正的成交价格，因为我感觉上成交其实都是到我看了这个 listing 之后，然后虽然说88万，那这个大部分都是面议或干嘛的，对，然后你就是到了那个车行还知道说，或者是我出发前我要先传讯说，有没有这台车？结果发觉靠腰也没有，这个是很常见的，很常见。我记得我们就是客人会打来说，有没有这台车？然后他就很紧张，他说我都被骗好几次。然后我就说，那你加我们官方来，我就直接拍给你看，这台车在不在？这样。但我觉得你这件事情，应该说这件事情的不好的地方在于，每个人买车 retention 太低了。对，就是我可能5年或10，就是它不是个消费品。然后我下一次要再用到的时候，可是也不能这样讲啦，就是说中古车它虽然它不是
它可能是5年、10年换一次，对吧？应该是吧？对，差不多。可是它却可以养活台湾很多的车商跟公司，还有融资公司，难以想象，因为量很大，对不对？量体其实还是蛮大的。你觉得一年大概中古车卖几十万台啊？还是我这是乱讲的？我早上有看数据，就是我们讲过户数大概是73万。4月份的话，73万辆，所有的车子，哇，那难怪可以养活这么多了。对，73万，我们讲过户数就好。对，因为我为了发出 podcast， 我把所有数据翻出来看一遍，你也不用背了，就感觉一下大概是多少。没有，我很怕讲错，然后底下留言说再找这个普通工胡大，你也找这种普通工？不会，因为我每次我也是，看我们频道有一种特色，就是他们会知道其实。如果以我讲话都是印象派，因为我看的东西太多，我不会把每个数字都背起来。哦，对，所以大家可能也比较习惯。对 ，OK。那我们看到有一些报道是说，还是你可能在哪里有看到说明说，你跟小狮，因为实际上我有去过你们的服务中心，然后你们其实是跟小狮在一起啊？为什么？因为其实是一开始，我刚刚前面有讲，我们之前有做一个类似中古车的吹挖狗嘛，然后。其实我那一天跟投资人聊完之后，我其实下午就直接去找小狮，刚好他有空，我就跟他聊了一个下午。这是原本就认识的人吗？没有，对不起，是陌生开发。陌生开发，我就觉得运气很好，他也愿意见我嘛，然后我们就聊了一个下午。其实因为他当时见到我，因为我就跟他说，我做这个垂发狗怎么讲？他说，这个很好啊，这不错。但是他就讲很多的盲点，他说其实你应该要怎么样，他就提供很多。在网络上找不到的资讯，因为他是业界的人，他待了20几年，他知道要怎么去抓行情是最准的。对。然后讲完之后，我们就蹦出说，我觉得有个东西我之前有想要做，叫 C2，就是 C2C 的买卖，就是车辆买卖不要透过车商。然后我想从一个车商的嘴里面吐出这个 idea， 很酷，很惊人。去中间化，对，像狂用 AI 的工程师一样。对。然后我就想说，可以因为他的理论说，你卖掉一台车，你就赚那个服务费，买卖。我觉得很好，所以于是我就缠着他说，我死缠烂打跟他说我想做这件事情。然后一开始他应该觉得我是玩票吧，然后他也是想了很久，后来说好像一阵子之后，他说，因为我那时候是每个礼拜都去找他，就是缠着他，我说我要合作，我想要做，然后我就拿比如说网站的 WiFi 啊，然后架构啊给他看这样子。那后来他就说好了，那我们来做。那其实他一开始比较担心是说我会抢到他的生意，就完全没有，反而是太大了，不是，其实做到1-2年之后，我们。2023年成立嘛，那做到现在其实没有，其实相辅相成。我跟车商绝对是好朋友，不会是敌人。因为什么？当你要卖车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你有没有缺钱？你缺钱就一定是找车商，因为车商可以马上的买断你的车子。那你不缺钱，你看反正这是家里第2台车，就放着，我就让你慢慢卖。所以其实我们跟小狮汽车常常有时候我会跟客人说，因为我们就是卖车咨询，那如果他很急的用钱，我说你要不要去找小狮汽车卖看，这个是我常做的一件事情。那有些车子小狮收不下来，他就会说，那你要不要找车顾问估先放着？对，没有估看，因为这个车可能我们卖会比较好。对，那我们就觉得，其实它是个相辅相成的。那小狮其实对我们也蛮，我必须讲一个可以公开的秘密，我们在小狮那边据点。其实小狮算是我们另外一个层面的天使投资人，他提供的场地是没有掐取任何费用的，用场地，对，然后也没有掐取说，我要跟你拿多少股份，完全没有。他其实是真的想要让我们就是我们这个新的模式可以经营起来，所以包含他有一年很酷，他就突然开我们那是货柜屋嘛，他有一年就说，我们是2024年。几月我忘了，他就突然开门就进来，就说：“我跟你讲啊，我在我们官网放了一个自收车连接，连到你那边。”然后讲完之后，他说：“我是知会你，我不是征求你同意。”砰，我们就关着头了。然后我心想说：“什么东西？”可是后来我就是很酷的一个人啊。对他虽然荧幕上就是个很欢乐，可是他其实是个很哀的人。他讲话都很直接，这样。然后他对我，然后我后来就想说我可能通过他考验了。他觉得，我为什么我的成绩一直就是好像有成长，但是又没有很快。但是到今年，我必须很骄傲说，今年我们的成交速度有
跟往年比起来是翻倍的，更快的。所以你们有主打一个叫什么认证自售车？其实这听起来像你刚刚想要讲的，就是房仲的模式。就是你可以再叙述一下，就是跟其实这可能就是你刚刚讲，但认证在哪里？我简单讲哈，就是说我们所有上架前的车，我们都会做212项的检查。那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板件，每块板件的数值，我们都会把它量出来。比如说为什么那个数值会特别的厚？那它可能有烤漆、有补土。那为什么那块板筋特别薄？这不是很我常有听过，比如说什么莱茵认证，或是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 SGS 认证啊，但就德国莱茵认证，德国莱茵还有其他家的，其实有其实我们在创立初期啊，其实我把全世界所有的认证书都翻出来，然后我就在想说这些认证书的差异点在哪里？就只有 yes 跟 no。什么叫 yes 跟 no？ 就是说这台车是不是重大事故车，是不是泡水车，没了。就是所有的检验结果，就是他看完一轮，他说这台车哪里板件有凹洞，然后最后的结果是这台车是不是重大事故车，不是泡水车。那这个资讯是很 rough， 对我们来说，当我越了解这个产业，我觉得这个资讯其实是很 rough 的。那你最终消费者还是要来现场看车，才知道有什么是他实际的状况。所以我们做了一件事，我们把所有的车子里外就翻过看一遍，然后透过数据跟你沟通。比如这个我们换过板件，我们包含连轮胎的胎纹的深度，还有它什么时候出厂的，我们都告诉你。因为为什么？因为一台轮胎大概使用的寿命是6年嘛，那6年如果那个车主很抠，有没有？他的那个轮胎用了8年，然后还很厚，可是这个轮胎其实基本上是不好，就是我们会建议他更换。所以其实透过我们检验，我们并不是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是把这台车的里外的真实的车况如实的呈现出来。我们要做的是这件事情。对，所以检验的话，我们跟其他的检验，大家可以去看德国莱茵的检验报告，就是最后就是他只是告诉你是不是重大事故车，大家最在意的点。可是事实上不是只有这样子啊，你要知道说它的比如说它的轮胎需不需要做更换，它的碟盘、它的来鳞片是不是需要做更换，它的刹车油是不是需要做更换，它有没有做保养，如实做保养，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把车况，你要把那个就是用是什么断层扫描一遍，然后我就把这个报告呈现在官网上，你可以去看。所以很多客人来看说，从来没有看过人家这样卖车的。所以我现在如果找车顾问，就找你们的官网。对，就会找到你们现在 listing 在上面的车，然后就看每一台车上面的212项的认证。对，对，所以这个认证是很多人210项可能就是比较 rough，那我们200项是实实在在每一项都跟你说。人们真的会每一样去看吗？我认真讲没有，因为现在我跟你讲，我每次看那个 GA 数字，我想说。可以这样讲，林北做的那么辛苦，为什么你不去登录看一下呢？不是原因是因为就好像刚刚讲说，人们其实没办法理解这么多事情。我在担心了，就是说，我虽然你做212项，虽然来历面可很重要，但对我来讲，还不如车价是个30万或20万，因为来一片我可以想办法后来再换嘛。对，但是问题是你车价就下不去嘛。对了，应该是说，车况透明的情况下，对，那因为我们来我们这边买车，我们会告诉你哪些地方要做更换，我们就直接告诉你。然后车价要心理上车价就把它加上去。不会，我们就我说心理上对我来讲，因为我要换这个轮胎嘛，这个轮胎可能我不知道2万块，对，那我4颗8万块，那我没有啦，轮胎没那么贵啦。对，我乱讲的。你看，我完全就是一个特斯拉车主的，完全不知道怎么发言，因为特斯拉是只要换轮胎，而且轮胎可能。我现在只换过2次而已，然后是没有我没有保养过真的对，所以这件事我已经超级陌生了，就是我连轮胎多少钱我说好啦，就这样子。但我的意思说，因为你的车价本身是个透明的，然后这个又透明，就你对于人们的心理负担其实是蛮大的，资讯处理量对，其实还好来看车的。我说真的都愿意搞成这样，对不对？对，他说他们都愿意。那其实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个月还上个月教了一台车，然后他很有趣，那台车车主开车技术可能没有很好，他从保杆到右边，他一条就是一个很大的线，然后跟我妈的车一样。对，我不是，我想讲的是说，所以他的车价就会相对低，因为我们必须要跟第一个我们先跟卖家沟通说，
你这个卖相真的不好。那如果你这个车啊，你给车商估，我跟你讲，车商一定会一片扣2万，一片扣2万就扣掉了。对啊，那你去钣金也不会2万啊，钣金一个就几千块、啊。没有，我讲车商扣啦，车商一定是这样扣嘛，因为他必须要争取他的，对，因为他比如说他伤得很严重，他必须还要补土拉，还要拉啊，有没有？对，这听起来就没有，我只是在argue这件事情。对我说我的意思是说，没有，我只是想要跟卖家说明说，你这台车，如果你真的去给车商估，大概是这个价格。那透过我们卖，那你不可能说我要卖的个车价是跟车商，就是我们讲889看到的那个末端售价，这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是一样的。对，所以我就会说服他，我们卖个中间价格可不可以？那车主通常就是会没有说服。那因为什么会被我们说服？因为我们都跟客人说啊，你去给车商估估看，是不是我 Vincent 我有唬烂你？对，如果我唬烂你，你可以回来骂我。因为所以另外一个是你自己就得多加 effort 啊。如果要让车价估的不是那么低，你自己要先去把这些钣金烤漆。没有，不用，就现况交车。那我们还有另外一副，如果说买的人他说想要钣金，我们就帮他找我们配合的钣金厂帮他处理到好，但是那个价格都是实支实付，就是说我明白了，但是我说如果一般过去给一般的车商卖的话，可能得这样做，对，才会价格不会那么低。不用，其实一般消费者你自己把车烤漆好没有意义，为什么？你的价格跟车商自己去跟但车商会压你价格啊，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你去烤漆，他看得出来是。没有，你去烤漆，我们一般消费者去烤漆，他算你是一般消费者的价格。对，那你这样不划算啊。不是，但是车商没办法用这个价格说这一片假设是2万，但实际上你是去烤漆可能只要1万，他就不会这样扣你2万了。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价差没有这么大，没有那么大，直接让车商没有。你的意思是说没有让价没有那么差那么大，没有差那么大，没有那么差那么大，因为理论上他当然扣你了，但实际上他有配合的厂商，价格会更低，所以他的利润会起来。但问题是你自己做完这件事，好像也没有卖比较好。我们都认为没有意义哦，真的啊，我们都认为没有意义。你做这件事情，那你做这件事情，你不如你自己卖。不自己卖，只是说，如果你都愿意把车整理好，你为什么不？就是消费者他不自己卖，因为有些人他就是不想要给任何人赚。有这种客人是我什么都不想，我只相信我自己。对，那这是另当别论。可是如果一般消费者他去找一般的烤漆厂去烤漆，他的报价一定是没有车商便宜。OK， 对我想表达是这个，对不对？这是绝对的。但我只是在想。只是说那个价差没有差到这么多，然后你反而觉得我给开机对我好像有一个案例是说他都把烤漆弄好然后给我们，那我就说其实你可以不用做这件事情。我们跟客人说你其实可以不用做，但是你做的也很好，但是价格有没有差很多？也还好，对，也还好，白忙一场。对，就是价格有拉高一点点，但是没有到很高，因为每一台车都有它的行情在。对，都它的基本盘在，就刚刚那个天眼的价格，对，天数的价格。其实中古车最有趣的地方不是那个我们讲权威那个价格，就是一价，不是因为要看它是一车一况一价，还是要看你实际的车况才会定你那个价格。好，那车商他们在看车，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看影片你就看车商他绕什么，他们其实在看这台车他到底要花多少钱整理，比如说他4个轮胎要不要整理，要不要换，那他们就会去评估说，我这台车到底要收多少钱，我才不会赔钱。好，那因为刚刚我们最早有讲到什么二手车市场的发展嘛，那第一个是先过去10年来讲，你觉得过去10年是好的吗？刚刚其实有讲，可能是蛮好的，尤其在疫情的时候。其实很有趣哦。其实，在2023年那时候，我们4月我们平台刚上线，那时候其实从疫情后疫情时代的时候。整个中古车是崩盘，2023年是崩盘的状况。为什么啊？因为有2个，我举例啦，就是有2个原因，一个是消费转移，因为那时候可以出国了，对，然后我可以出国，我干嘛花钱去买车？ Okay. 这是我第一个，因为你看到机场那时候是大家都出国，对，谁要还在台湾玩国旅？然后第二个是说，疫情期间该买车都买车了，对。所以那时候整个，因为第三个是预先支出了，对，第三个是说新车那时候2023年新车晶片已经不缺了，所以新车一直倒进来，所以与其在这个时候呢，所以车商他们，因为他们之前收的这个价格，在2022年底他们收的价格还是偏高的，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整个在2022底到2023
整个买气真的是差很多，差到我都觉得我生错时代，就是我不是生错时代，我好像在创错时代，对我好像在不对的时间创业这个地方，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我才可以更厘清市场的现实还有状况，所以之后比如说又来一波那个关税有没有？台湾最近现在对，台湾如果政府突然说，我们0%我跟你讲，我一定双手双脚拍手的叫好。为什么？因为对我来说我没有差，因为车都不是我的。我就很对啊，就是以自私的角度来讲因为你看他突然0%，其实假设新车也降价，因为关税的关系，因为那些不该被保护的车商嘛，有没有 ？OK， 那可能就会影响到新车如果降。中古车就是势必会崩盘，可是我相信政府不会做这种决定的，我相信了。Well， 不知道，我希望他做啦，但是不是啊？你要政治这么不正确吗？我希望他做啊，因为但你有看到日本有这样做或韩国有这样做？韩国没有吧？韩国应该很保护自己的汽车产业吧？但是韩国的做法，我如果我记得没错，韩国他们扶植现代跟台湾扶植裕隆方式不太一样。但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他们现在理论上 Kia 跟现代好像外销比较错嘛，对，那所以他有没有那么拉高自己的保护车？现在还是保护的，还是嘛？对，韩国还是保护的。那日本呢？不知道。日本我老讲我不熟。因为理论上我只要把台湾搞定就好了。因为理论上日本也很强，对，所以他需要保护自己的车的。没有，日本比较特别，是日本买车你必须要有车位啊。对，不管是租的买的，你都一定要有个车位，你才可以在日本买车。所以他们的市场是比较，而且他们的市场是他们有很多的 K 卡，是我们台湾我超想买的 K 卡，台湾不会买，因为他们是那种方方的，对啊，很可爱，就是方方的，时速很低，那你开啊，那加速就怎么上不去，就很慢。它就是让你在这个比如说市区里面通勤用的，对，就比摩托车高级的代步工具，但比以前我开那个 Fit 的 CC 数还要低，所以你把它开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蛮陡的。对，就是我前阵子在关西，我就是开的 K 卡，然后我想说哇，这车子让我有够毛的，因为它也很阳春呐，对，它阳春，对，所以这没办法。但没有，我只是想说，但台湾有很多人希望降啦，包含我啦。但这个会冲击很多事情。第一个当然就是本来有国产车的员工，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我之前没想过，原来二手车这也会大受影响，原因是因为关税降，大家买新车就好，我刚刚买二手车。其实我们不要讲说关税之前比如说有些某个厂他们很喜欢在某一个节气突然大降价，那突然大降价，你知道那个车商就会跳脚，对，跳脚会脏话满天飞，说啊怎么又这样搞？对，本来而且降的幅度是5到8万，那是很恐怖的事情所以那个中古车商，比如说他前一天收了那台车，我不要讲厂牌啊，那是不好，就收这台车，他突然降8万，他就想说这个毛利空间对，他突然瞬间就8万就没了，这样子。对啊，但我之前记得有一阵子是，比如说在刚我们讲那几个车厂二手车商之一，然后我就记得说在疫情后，他们就说某什么这种保时捷啊或者什么之类，他们进的车子都库存销不掉啊，然后就是因为疫情后的关系，对，这件事情一直持续到现在都还是。现在应该比较就算还好了，现在比较麻烦的是关税了。以2024年算是我已经盘整。就是去年已经盘整到一个阶段，那2025就突然来一个我们川普爸爸有没有？川普大哥突然对台湾那个股市又突然崩了一下，然后对，其实整个总体经济整个总体面向我看是偏冷的状况，然后包含现在中古车上很多是收不到车的，因为新车没有动啊，对新车没有动，大部分。除了第一次买车，大部分买车之后我有换车需求。可是当我没有换车需求，是我想换，可是我没有钱换的时候，中古市场反而车源变得很少。OK， 但是他这时候车商更尴尬的是车少，车商也不会高价购，因为高价收购，因为他还要考虑到后面的关税未知数突然降了几%，他可不可以承受得住？所以现在是一个很。诡谲的时代，很诡谲的时代。可对于消费者来讲，这搞不好是个好事，是好事，就是因为我的选择更多样，不论我要买新车或者二手车的价格都有可能。但是现在的阶段是
所有人被都卡在咽喉里面，都动弹不得啊。我想，因为不知道下一步，对他下一步，然后不知道卡多久啊？对啊，你看几月他宣布我们有几天，90天，90天快到了，快到了，对啊，那90天过后到底会怎么样，都不知道，所以大家都在等啊，所以消费者在等，说我就是他妈等政府零关税，有没有？对啊，所以大家都在观望，所以现在中古车市就是我们刚看到米娅查了，日本是零关税零关税，对进口日本的汽车，哇，傻眼，因为丰田可能他们太强了，所以就是他们不需要保护，我现在不需要保护，我们就丰田世界第一，我们不需要保护。对，我大丰田就是赞，确实。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你有打算接下来，比如说怎么演进你们的服务，或者是要做哪些计划呢？其实我觉得未来要做的事情，就是除了募资以外，我们要把 SOP 就想把它定下来。就是现在没有 SOP， 先有，只是说现在因为我们历经了快2年多的版本定下来，对，版本定下来，然后看能不能把它规模化。但是规模化之前就必须要有 money，不然我们就只能窝在小狮汽车里面。OK， 因为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创投，全世界的创投其实都很现实啦。对，那比如说有创投你一年卖多少台怎么那么少？可是其实这背后是需要很多的努力。但是其实创投它不是看你努力的过程，它是看你结果嘛。对，必须这样。比如我很长期，我说我现在从无到有是卖52台，我的交易金额是2400万。然后说创投说然后呢？对，这是个很残酷的事情。我以为这个阶段还在天使阶段，没有到创投阶段啊。没有天使也看不起我，因为天使都去找 AI 啦，谁要找我这种做工的人？赶快加一点 AI 元素啊！没有啦，因为确实，对啊，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在浪头上啦。其实我又觉得很有趣，我创业蛮多年，所以我们那时候历经什么比特币时代，虚拟钱包，然后到那个 VR，再到什么那个 AI 那个。对 AI， 那这一路过程当中，其实我那时候在做，你为什么你不把你的服务加上比特币？什么区块链？区块链风味。对，为什么不把它区块链？你把你的检验报告变区块链，你就可以捞钱。我说做区块链可以干嘛？以我的小脑袋瓜，确实，我会觉得没有意义啊。这样，那其实我必须讲了，今年的 AI 真的是应该是我认为比较看得到如果投资人他想要获利的方式会比较好啦。那车顾问会不会导入 AI？我也还在思考，只是说目前我的时间其实被绑得很紧，对，所以我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创业者最珍贵的是时间啦，我必须是这样。有时候很渴望说，我有个3小时可以好好的静下心来思考接下来的事情。可是因为车子一直来，那我们就必须要去面对做销售，或者说做接洽、卖车咨询。那其实还有很多琐碎。只是说我现在目前第一个是我想要把卖车咨询的工作看能不能把 AI 化，我可以用一般的时间。这是我目前在做的事情。可是因为我要想办法把很多的 data放进去，我还在思考这件事情要怎么做，也不会违法，因为有些数据是在别人的公司里面，我不能乱捞。对，当我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要想到我会不会犯法。对，我不能就硬干这样子。OK， 对。你最近工作之余，你还工作之余有做些什么其他的运动吗？或休闲吗？哇，没有工作之余这件事情，就是工作，都是有工作。我最近有在看一本书，叫《峰值体验2》。OK， 对，因为我还有1，你有看1吗？没有，我直接看2了。我知道有新的干嘛看旧的？没有啦，看一下。是这样说，没有啦，我就想说， okay.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推荐嘛，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买一本。我过年稍微有看了一下，因为其实我也在思考说，我们的服务流程要怎么样可以更好。那其实这本书，其实我还没有全部看完了，因为我能静下心来时间不多。对啊，所以我就想就是说，我觉得原来可以这样做原来可以这样规划。我怎么没有想到这样的东西？那休息时间就是睡觉吧。OK， 对，我的休息时间就是因为我现在还有教会的服事嘛，所以我的时间其实被拆得很。教会服事是什么意思？就是礼拜天可能要参加活动，对，参加教会的活动，没有，不是活动啊，比如说不是啊，礼拜天都教会会有，比如说我教会要去帮忙控简报啊，然后今天晚上还有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小组，就是
都是大叔，都是男生，然后我们就是吐苦水骂老婆啊。哦，原来如此。我想说没有啦，然后讲完之后就感谢主，没有啦，没有，他就是一个信仰上的一个。你是做围成一圈吗？没有啦，我们这个群组是坐在沙发上，就差啤酒跟咸酥鸡。哇！因为我们这个群组，因为我们在想说，因为都是大叔，都是上班族，那他们生活上都有很多的辛苦。比如说，我就想哦，那其实我们讲完自己的分享之后，我们会彼此带祷，这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件事，彼此带祷。我帮你祷告，比如说，我希望肖尚农那比如说他的事业可以蒸蒸日上，然后比如说米娅可以长高5公分，类似。哇靠！哇！我跟你讲，这段要不要剪掉？对不对？没有，我这是彼此带祷。米娅已经觉得20年没想过这个问题了。没有，对不起，我有点没有了，我只想用比较诙谐的方式来讲这件事情。但我只是但我只在想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灵的支柱啦。对。然后我觉得信仰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所以你相信你从小到大就是没有我是29还是30岁才受洗因为你知道以前呢，我们其实在以前我们在访谈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聊说你信仰什么。我们很久没问这一题真的我们因为我们过去问到都是拜拜，而且他们是看到什么就拜，而且我们大部分人是对看到大部分其实没有真的因为道教嘛，所以你看到不管是妈祖或什么本体上，对那好，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探讨一下，可以。为什么是到了某个年纪之后，忽然间觉得我应该要，这叫做转换信仰？其实也没有这故事很长这是一个洒圣水的故事吗？没有不算是其实我小时候是给保姆带大的，那保姆他们是基督徒，所以我小时候有去基督本来就教会有接触过，所以其实我不排斥，只是说因为保姆他们移民去巴西，我回归原生家庭，那我是阿公阿妈带大，他们都是拿香拜拜的，所以我也曾经经历过到处拿香求神拜佛的事情。那其实那是对我来说心里是不踏实的。那所以有一天，因为我小学同学他是基督徒嘛，然后他一天到晚就会找我去教会，我都把你转化，对，他要不是转化，他是度化吧？他说我对上帝的门票差一个了业绩没有，不是，应该是说这是有业绩的，没有业绩，我乱讲的，呸，乱讲，如果说听到会揍我，没有问题，我就完全不知道，然后有个人跟我讲是有业绩的，没有，我只是用比较诙谐的方式，只是说他就是希望我还是可以信主啦。那对我来说，我有经历过一个比较大的冲击或者是神迹，那其实在我内心里面，我就开始思考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独一真神，他会听我的祷告？那因为经历过那些事情，我就决定，其实我受洗的决定也蛮随便的啦，蛮好笑的，就是我小学同学他生了他的长子，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婴儿要祝福受洗嘛，那他就跟我他说，你可不可以来参与我就是这个喜悦？我说好啊，那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就是突然说那我就一起洗一洗，就这样子，洗一洗，就是我有看过之前有看到梅华，他也好像有受洗的照片，就类似的，就是但我有看过是整个人要进去那个受洗有很多的不一样，有些是点水礼，像长老教会是点水礼，就是头点一下，有些教会是他们有准备一个很大的浴缸，不管是对把你套进去，那个是在这你也知道，这个是在新约圣经在。他们是在是什么约旦河还是什么河是在那边受洗的，所以那个是他们的传统那台长老教会就是点水礼，就点一下水，但是主要他是要问你3个问题，你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个独一真神？你要确信嘛？对啊，他们其实主要那个10个，我认为我这样讲，我有看过还有个洗脸。对不起，我一直在自重这件事情。洗脸没有我好像没有，这只有我点水就是点水里洗脸，我不知道那什么宗派。对不起对不起，因为基督教宗派太多了啦。对 ，OK， 所以主要就是受洗，那受洗问你3个问题，就是问你是不是相信上帝啊？主要主题啦是说要确认啊，因为其实要确啊，要确哦，对啊。其实我觉得基督教最有趣，我觉得
不是最有趣啊，最让我觉得幸福的地方是说，他虽然我生了一个假设我生了一个小孩，我帮他做祝福受洗，他长大之后，他必须要再自己在自我艺术再洗一次，这个是让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不是爸爸妈妈决定我的信仰，是我长大之后再确信，对，再坚信这样，对，那我感觉上基督教有很多类似的活动比如说心灵支持的，然后比如戒毒、戒烟、戒酒的，我感觉像刚刚那样的活动是做一圈嘛，国外比如这样支持会，支持长老教会。我们的教会，你是长老教会，我是长老教会。你是长老教会，我是长老教会，所以长老教会比较少。长老教会现在比较做的是就是把老人聚集在一个地方，然后帮他们安排上课，或者是共餐，这样子。那年轻人的话，就是他们可能会安排比如说大学生教高中生功课，确实类似这样的活动。但是基本上他们就是用其实信仰，其实基督教是讲信仰生活啦，生活跟信仰是在一起。然后你回到教会，其实就像回到另外一个家，它不是一个场域。那教会并不是真正讲的，我们讲教会，我们3个人在一起聚会，它就是教会，不是那个硬体。对，他在乎的是人跟人的关系，还有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我讲的没有错的话，希望上帝不会惩罚我，会害怕。我这是很临时问的，没事，因为这个我也没有做研究。好，好，那我们今天感谢 Winston 跟我们聊这么多。如果大家接下来有买车、二手车的需要，欢迎上这个车顾问看一下。对，谢谢大家，拜拜，拜拜，拜拜。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